嗨，大家好，我是 Akira， 欢迎收看 ACIS Motor Talk。这次让我们来聊聊车辆电脑留言终结者。我们想要终结的留言是什么呢？各位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过，当你的车子开始不稳定或是怎么样的时候，就把它断电或者电脑重置，然后让电脑开始去学习，它就会学习使用者的骑乘模式，然后变成适合你骑乘的样子。就那个人家每次讲的讲法就是，像你比较猛灌油的人，你的车辆就会比较有力；然后比较省油的人，你的应该讲比较温柔的人，你的车辆就会比较省油。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这是真的吗？对不对？车辆真的能够学习使用者的习惯吗？那这个就让我们今天来做一次的留言终结的破解。那要破解这件事情之前呢，我们是要再讲几件事情，因为大家通常讲到的是车辆的电脑嘛，但其实车辆的电脑它是有涵盖非常非常多的形式的，所以我先要跟大家讲一个关键。当然它的电脑会我先把现在的那个电控 TC 跟 ABS 这些都拿掉。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没有人会说车子的 ABS 会学习使用者的习惯。我去赛道里面常骑乘，那之后我的 ABS 就会比较晚介入，或者是我比较常越野，那我的 TC 也会比较长比较晚去做介入，甚至不介入。没有听过这种事情啦，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肯定不会有疑惑的。大家都知道，对 TC ABS 它绝对不会去学习我的使用习惯。那唯一人家的通常不管是厂商或技师什么或者是那种什么修车的会跟你讲的就是车辆的点火跟供油系统，它就会学习使用者的习惯，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最常人家会有印象中觉得对，那个车子要学习我的习惯，那我开比较凶我的车好像比较有力这样子。这个我相信很多人以前都曾经有过这种感觉啦，会觉得好像这车这样真的是这个状态。但是关键是这是真的吗？这到底是它真的可以学习我们人的习惯，还是说其实它并没有这个功能？那今天我们就会从完整的逻辑到机械的原理来为各位破解这个留言。那要破解这个留言之前呢，我们就先要聊聊在车辆点火系统的发展。因为你想想看，脚踏车上面有需要电脑吗？没有。只是我们只要能够踩、能够骑、能够跑就好了。然后甚至到了蒸汽涡轮机的时候都没有这个问题。他们用蒸汽的时候都只需要一些那个温度监控那些东西，但是他们并没有需要电脑。他们只要火燃烧水，然后产生蒸汽就可以推动了。但是到了内燃机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内燃机它有时要吸进一定的空气与油，然后混合之后在里面做发动。那他们也发现了这个卡诺循环的内燃机，它的使用的热值跟效果都远比蒸汽高很多，所以内燃机才展开了他们的历史发展，然后取代掉蒸汽涡轮机，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在。所以在这里我们当然就要从头开始为大家讲解整个内燃机他们一开始发展到他们点火到他们的那个到他们的电子系统，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一次我们会谈到非常非常多硬核的东西，所以请各位在看之前呢，记得动动你们的小手，帮忙我们做订阅、按赞、分享，然后也记下这个影片，这样子因为有可能第一次听不懂，那你后边在找的时候就很轻易可以找到这个影片了。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就开始内燃机的发展历史 Let's go。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谈到一个关键的时刻点，就是1908年9月27号由美国的亨利福特，就是鼎鼎大名的福特公司，他们在08年到27年的期间推出一个汽车的产品。各位可以想到是什么车了吗？答案就是他们的 T 型车。T 型车它在这台车上，它当然不是全世界的第一台车，但是它这台车上面呢，它就使用了机械式的点火系统。然后 T 型车它最大的一个改变呢，就是因为以前汽车的制造流水线是车停在那边，人一直跑来去装它这样子，但这种效率其实太低了，所以亨利福特在 T 型车的时候，他重新生产了整个流水线，变成车在线上面走。那各个部门的人他们就站在他们的岗位去做这个装配，从此大幅提升了装车的效率，而 T 型车也成为了那时候的代表车款。所以在 T 型车上面他们使用的就是机械式的点火系统。那他们是叫做什么呢？电池点火系统。电池点火简单说就是像发电机的那个电池去旋转嘛，然后旋转之后它就可以有提供电力。但是问题是其实那个电池他们所发电的电力呢，是随着它的转速而变大变小的。所以就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低转的时候它所发的电量不够，
那这个时候它就需要用电池，我在旁边会放上这个图片让大家看看，它就有加上一个电池，然后呢它里面就会有那个高压线圈啊，然后去做到气缸的点火。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是因为它的低转的发电量不够，所以它必须先要用电池让车辆去启动，然后去运作。那运作之后，当车辆开始在跑的时候，有速度的时候，它就可以从电池切换回他们原本的那个线圈的点火。那这个时候车辆就可以稳定的点火前进了。那这个好处的部分呢，就是当你电池没电的时候，车辆一样是可以走的，因为它的主要发电就在自己身上了嘛。那当然这个东西看起来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短短的2年之后，有一个更厉害的叫做凯迪拉克，他们在1910年的时候就使用了另外一种这时候各位就是耳熟能详的白金点火系统。那白金点火系统的时候，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不管是高速低速，它都可以提供稳定的高压线圈，对不起，是高压的电来点燃火星塞。所以在这个时候，白金点火它就不需要靠那个电池，然后还要靠运作起来才能够去稳定的操作了，它就会比起那个原本的电池系统会稳定的很多。那白金点火一样，这是图片在这边让各位看一下，它基本上就是开始透过电瓶，然后一次线圈、二次线圈，然后再经过白金的那一段就去把它点火起来。那这个部分呢，它的优点当然就是相对会稳定比较多，但是缺点就是白金点火这个是会有磨耗的哦，所以它会磨损，它定期要维护要调教，不然它在运转的时候，它可能点火会不准啊，甚至有可能会有熄火的问题，这个都会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在白金点火它会有这个部分的缺点，但是我这么说，尽管讲是缺点啊，其实白金点火它仍然跑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甚至到台湾中后期的时候，还有一些白金点火的车辆。那最主要就是因为那些车辆没有电脑，他们用很简单的方式去点火，就不会有那种所谓的电脑故障等等那样的东西。当然我们不得不说，到了下一个时候，就是1970到1980年代，各位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出现了，记得是什么吗？答案就是电晶体。电晶体在这个时候出现，然后电脑也在这个时候出现，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电晶体可以很好的替代掉白金点火这件事情，而且电晶体的部分它也不会有磨耗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期的车辆他们就开始改成用这个电晶体的点火。那当然它就有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半晶体的点火系统，在各位所以可以看到图片的这一块，在半晶体的点火系统的时候，它一样有透过电瓶，然后一次线圈、二次线圈，然后中间就放一个电晶体来负责再接过到白金那边到分电盘去让它做点火的系统。那这个时候呢，它的最大好处当然啦就是稳定啊，以及那个磨耗，它就没有那个磨耗啊、跳掉啊等等那一类的东西，所以电晶体它就可以完整的控制这件事情，用电池的形式替代掉机械的形式。那这个时候它更小的电流就可以做到那个应该讲更小的电流信号，就可以控制更大的电流，这样，那这个就可以像四两拨千斤的形式，他们就会很好的运作了。那半晶体的点火在这个时候运作到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改为全晶体的点火了。那全晶体的点火的时候，各位可以看到图片上有一些差异，就是它从电盘出来之后，它有一个 DC 转 DC， 然后到达了电容器。对，没错，就是这个时候他们有一个东西就是叫电容器，那它是电容放电式点火，叫 CDI， 这个字相信各位就更熟了吧？没错。所以透过 CDI 的CDI 这个控制之后，它到后面有一次线圈、二次线圈，然后呢，它就直接到了脉冲信号产生器到分电盘那边。所以这个时候白金是真的完全拿掉了。那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它全晶体的点火，它在前段就做好这个控制，变成它可以做到更精准，然后呢，它也不会有各种像引擎没力啊，然后废气那些，它可以控制的更精准了。这个就是在全晶体的点火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跟以前原本那种白金的形式差异的非常大。那再下来就是到了1980到1990年代的时候，这个时候电脑已经开始普及，车辆的电脑也很平常了，所以他们这个时候从电晶体到机体电路就变成整个电脑去运作。那他们在运作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他们把分电盘拿掉了。那这个他们叫做无分电盘的点火系统，就是英文的称呼呢是叫做 Distributorless Ignition System， 简称 DIS。
那这个系统它拿掉的时候，好处就是没有了分电盘，在汽车上面，主要是汽车啦。这摩托车的话，主要是多缸车才有这个东西哦，这是单缸车的话就没有了。所以各位只要看那个头文字 D 以前啊，早期的第一版，他们不是在开车山路的时候有一些动画效果，会有一个东西一直在那边旋转，一直点火的吗？那个东西是叫做是分电盘。它的作用是这样子，因为气缸是1324那个火星塞点火嘛，所以它上面有接着正负电，转到那个第一缸接通的时候，它电流就跑去第一缸的那个火星塞那边去点火，然后接下来第三缸就去点火，第二缸、第四缸这样子，所以车子在以前的车在开车的时候，它那个分电盘是一直在旋转的，你只要发动一下就一直旋转，一直旋转，一直旋转，然后只要分电盘出问题的时候，它马达不走了或是什么样，这个时候你的车就不能发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分电盘会有这个的问题，但是到了1980年代之后，他们用电脑就开始使用无分电盘的形式，由电脑那边控制直接打出来，这样子就少掉了那个分电盘的那个机械运作，车辆就会更加的耐操，然后更加耐用。这个时候他们也引进了一个东西，到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叫做那个引擎的电脑系统，叫做 ECU， 然后它会接受曲轴啊，然后感应器再算出正确的点火正时，那这样子它的点火就会变得更加的明确，更加的精准这样子。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会很稳定的，已经算是可以很稳定的去做一辆车子，然后它的性能也会一些进步很多，因为它从低转到高转都可以由电脑来控制啊。那当然在1990年代后到现在是使用直接的那种点火系统，那他们这种是 Coil on Plug 叫 COP， 就是独立点火系统，它由电脑那边控制，这独立分到每个电给每个火星塞去运用它。那好处就是呢，它取消掉了高压线圈，然后不会有那种漏电的问题啊，然后它的点火全部交给 ECU 来做那个高精度的处理，所以整个引擎的效能会大幅的提升。当然到以后啦，跟未来的部分，他们当然希望让它做更进步嘛，就是用什么先进点火系统啊，就是可能不再用火星塞了，他们或许使用电浆，使用雷射，因为这些东西它都能够做快速的高温，让点火的系统是快速的出来，这个部分就会大幅有效的提升使用的效率，所以这个是未来的形式。那好，各位听完这整个历史，会不会觉得说，哎呦，怎么都在讲点火呢？对，没错，因为我们现在在最后讲到的东西 ECU， 它就是我们现在的关键的车辆的电脑。那每次人家讲说要什么让电脑重新学习啊，要去做什么调教啊，那些东西都是 ECU。所以讲完整个历史故事到现在，大家终于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一段了吧？因为我们就是为了带出 ECU 这个东西。接下来我们讲第二段，就是到现在的电脑的这个那个点火系统以及那个喷射系统，因为以前是用化油器。然后现在用喷射之后，他们由电脑决定喷多少油，这个东西全部都是要透过电脑那边去处理的。那一般人家所谓的让车子学习，然后什么车子会学的你的个性啊，这个东西就是在讲 ECU 这件事情。所以前面的历史只是算个引导，现在开始正菜要开始咯。那各位，接下来我这边会讲到很多的那个专有名词，那大家就尽量听吧。反正我尽量讲的简单一点啦。但只要你真的觉得第一次听不懂的话，没关系，你们下一次可以再听2次3次，你们应该就懂了。所以现在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进入本次最硬核的部分了。接下来让我们来好好谈 ECU。ECU 它的英文称呼叫做 Electronic Control Unit， 就是电子控制单元。那在 ECU 的电子控制单元下面，它还有2个单元，第一个叫做 ECM， 它是专门控制引擎的管理系统，第二个叫做 BCM， 是控制车身以及电系的设备的这个东西。那在下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叫 TCU 的东西，就是车载资通讯控制单元。那这个东西当然讲了远了一点点啦，因为这主要是汽车的部分，像现在有些车子什么车联啊等等那些东西，它是有这一块，所以摩托车上面比较没有 TCU的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也是很关键的东西，叫做动力控制模组，就是 Powertrain Control Module， 组合起来叫做 PCM， 熟悉了吧？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算是一台车子的一个大脑之一。
ECU 做喷油的这个喷油跟点火的控制，然后 PCM 这个东西呢，它是负责吸收所有的也不是说吸收，应该讲接受所有的资讯，然后重新整合这些资讯，做出判断之后再交给 ECU 叫它去做控制，所以它可以叫是汽车的可以说是车辆的一个大脑的部分，所以它整合完丢给 ECU 丢给 TCU， 当然 TCU 主要是汽车的部分啦，是摩托车的部分比较没有，然后控制车辆的喷射点火这一类的东西。好，那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讲到车辆的供油跟点火，我们就必须要提到一个东西，叫做 fuel trim。fuel trim 就叫做刚刚叫什么？燃油修正。对，燃油修正，因为在化油时代啊，它的油是控制由那个化油器的那个针跟那个阀去决定油吸多少嘛，这种都是用那个应该讲，这都是用那个物理的方式让它自己去吸的。但是到喷射时代的时候呢，他们的油多少全部是由电脑来控制喷射，所以这个时候要有一个电脑去知道当下我到底要喷多少油出来才是对的。所以在 ECU 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它来调整喷油嘴的时间跟长度。那这个时候 ECU 它在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就会有所谓的那个燃油修正来控制它现在到底要喷多还是要喷少。那它怎么知道要喷多还是喷少呢？各位你们想一想，什么时候要喷油？就开油的时候要喷油嘛，对不对？那到底你开多少要喷多少？那现在这个情况下，是高温是低温是潮湿是干燥，甚至是在高山上还是在平地上，它的所有的喷油的都是不一样。所以当电子控制系统它要决定说我到底要喷多少油的时候，其实它是要有很多参数来去告诉它答案的。所以简单的说，最重要的几个东西，第一个是引擎的转速，第二个是空气的进气量，第三个是冷却水的温度，也是那个气缸的温度啦，以及它们节流阀的位置在哪里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呢，其实讲穿了，它就是像举个例子，就像是我说你是要从这边走路去学校走路去公司，走路去一些 7 买东西，我们要怎么走路过去呢？当然第一个你当然要站起来走过去啊，那你要如何走到？这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东西要判断？例如说你要看嘛，你要看这个路怎么走嘛，然后你要去听嘛，过马路听听有没有车子过来啊，然后嗅嗅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味道啊，什么这种东西。所以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资讯都是你看很简单的，从家里到 7你就必须要有这么多的资讯。那这些资讯，我讲的资讯又是怎么接收？所以就会有接收载体，像眼睛是看，耳朵是听，那鼻子是嗅等等那些，嘴巴是问等等这类的东西。所以在 ECU 上面，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引擎转速等等那些东西，它都是必要的东西。但是它如何知道现在当下的物理状况是什么，对不对？一个没有眼睛的人就看不到，一个没有耳朵的人就听不到。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 ECU 它在取得这些资讯时的一个关键侦测器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气管绝对压力感知器，叫做 MMAP。第二个就是叫做 MAF 的质量空气流量感知器，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 TPS 节气门位置感知器，那第四个就是引擎的转速 RPM， 好，第五个就是 AF ratio 空燃比，第六个就是点火的证实。那这些所有的资讯，它所收集到的东西都会传到他们的中央电脑控制模组叫 PCM 那边去做一个处理。所以在这时候，他们把这些数据全部取进来的时候，那到底你要怎么决定当下油要喷多少，要控制多少呢？关键来了，就是第一，他要知道现在的空气净量多少嘛，对不对？好，空气净量多少，我就会有一个标准的数值，对那电脑来说就有一个表嘛。我要个空气流量多少时，我要喷多少油。那喷多少油，它这个油是正确的吗？因为它只知道流量啊，只知道转速啊，只知道喷油量啊，但它不知道在燃烧的效果怎么样。就像是夏天跟冬天，你车辆发动起来效果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含氧感知器。含氧感知器它就是装在废气那边，等于是回馈讯息，告诉你刚才喷的那个油量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那从含氧感知器上面，我们会再倒回来去做回推，去算出它正确的喷油数值。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到很关键的一个东西。接下来各位这个要应该讲要稍微认真一点点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叫做 Adaptation Mixed Additive， 第二个叫做Adaptation Mixed Multiplicative。那这个东西各位听起来听不懂，对不对？也没听过正常的，因为它是 BMW 的那个算是他们专有的名词啦。那一般我们真正使用的是叫做 LTFT， 就是 Long Term Fuel Trim。
就是长期的那个燃油修正，以及 STFT Short Term Filtering 就是短期的燃油修正。那这两个长期燃油修正跟短期燃油修正，它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原理最核心的一个地方了。第一个，我们先要讲长期的燃油修正，它是在引擎怠速跟低负载的时候，用每千分之一秒去计算它的这个数据。那它的喷油量到底现在要多少，是这样子来进行的。所以 ECU 会根据那个含氧感知器的回馈数据，来在每1 millisecond 的时候就微调那个喷油量的开度。那在这里它会有一个计算值，就是一个 lambda， 他们这时候会设定 lambda 是1，然后当它的lambda会多会少，这个公式我就先不多说了啦，只是各位有兴趣再去查，或者你们下次跟我讲，我再详细解释这样子。我先快速讲，不然时间会不够。对，尽量让它维持在1，然后它过多或过少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做修正。那lambda在这一块我不需要再讲太多，因为待会在那个短期修正的时候，我们也会再进一步跟大家讲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在第二个叫做短期修正的时候，它主要是引擎在中高负载的时候所取得的，因为那时候你在开油嘛，这中高负载在跑的时候，它就开始需要大量的空气跟那个燃料。那这个时候它所吸的空气跟怠速时吸的就不一样了，它开始在运作模式了。运作模式中，我们的引擎在每一个转速的时候，它所要吸入的空气所需要的燃油所燃烧之后放出来的废气，它的燃烧效果都是随时都一直在变的。所以我以那个 KTM 这种单缸车为例子来讲好了，因为先用单缸讲了，多缸那个太复杂了齁。我们先简单的说，他们用的这个方式就是它先设定 lambda 值是1，然后它的含氧感知器会计算引擎的那个负载，然后去回馈它，告诉说这时候开油你应该要喷多少油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假设它的 lambda 值变小了就代表说它前面的油喷太多，后面的燃烧不完全，它就会把供油降低。然后lambda值变多的时候呢，它就会代表后面的那个燃烧过多，然后油太少，它就喷多一点点。这里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没关系，你们先稍微背下来就好了哦。只是反正1多就是油喷少一点，1小于1就是油喷多一点点这样子。那通常呢，它的这个短期的设定值是在正负10%之间，然后它最高值到 25%，25%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待会我再跟你们说哦。就是基本上它的做法，它的运作原理是这样子，就是在那个长期的这个东西，你就想象它有点像是我们所谓的有点像是长期记忆啊，对，然后那个短期的话就是它即时的反应状态。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因为引擎在运作的时候，它每一次吸气爆炸下去再喷出来，下去再喷出来，所以排气管出去的气不是顺的哦，它其实真正它的气是 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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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所以那个含氧感知器，它在每千分之一秒在感应的时候，它的那个氧量也是一下上升下降上升下降。所以只要你们有看过那种那个电脑，就是那种那个车辆的电脑，你会看到它有一个波形一直上下上下上下，那个就是他们在引擎运作的时候，它不会不断的高低。那种高低时，它会去抓一个平均值来了解说现在这个状况是怎样。假如它是一直在偏高，对，举个例子，假设说它的那个数值就是从原本的0%，然后含氧感知器反应回来说，那个太浓了，它的那个数值往下掉，往下掉的时候，它就会去尝试去稍微修正，这时候尝试去稍微修正，少喷点油，去看看这个状况是不是稳定的。对，所以假设它确定这个状况是稳定的，那这个时候就会做什么事情呢？那个短期的燃油修正，它假设往下修了5%，也5%也好，没下5%就5%，下修5%之后，它一直运作，可能就是它这时候因为车辆一直在走嘛，它有可能一直修正5%、3%、4%、6%、3%、4%，但最后还会取一个平均值，假设是4.8%。那这个时候，它到一段时间之后，那个长期的燃油修正，那个 LTFT 就会把标准值往下拉到 4.8% 的位置。那这个时候代表什么意思？ 4.8% 这边是不是等于说归零了？就代表说现在你的车辆状况，我的喷油应该是这样才是对的，然后它的燃烧器是完整的。所以知道了吗？其实是这种是短期的那个燃油修正，它在不断的运作过程中，
去回馈到它正确点火，然后确认含氧感知器感知到正确归零，这是完整的完全燃烧，那个比例是 14.71 很完整的那个燃油比例的时候，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个标准燃烧比例，应该是说燃烧出来是完全燃烧，因为在各种情况下你不一定是标准比例，有时候会改变，这就是为什么要 ECU 的原因哦。所以这个时候当短期的它一直修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抓到一个平均值，长期就会把数值拉过去做归零的动作。好，归零之后，接下来你在运作时，它就是这样子一直运作了，它就是这样不断的运作，然后它只要有跑掉的时候，那个长期的就在跟着跑，所以搞懂了吗？其实短期修正就是等于是你一直在监控，但是长期修正是它监控只要长时间偏差之后，它就会把它再做归零动作。跑哪里就做归零动作。那这种为什么要做这种东西呢？简单的讲，有没有遇过那种可能像你的喷油嘴阻塞？这会遇过吧，对不对？当你喷油嘴阻塞的时候，你照着原本的喷油量，是不是会造成车辆的那个油量不足？然后那个点火的形式就燃烧过度了嘛，就油量不够嘛。所以这时候假如没有这个回馈机制跟修正机制的话，它就长时间喷油一直少，或者是你有漏的时候喷太多。那这个时候它是不是一直喷很多，车子就不稳定？所以各位知道这个 ECU 的重要了吗？ ECU 跟这个车辆电脑的重要，其实就是你的车辆有很多状况，有可能积碳了，有可能那个负压的那个时间不对了，就像你现在骑车去那个合欢山玩这样子，在上山的时候电子系统就不断的去修正，然后上山完下山它又要修正回来这样子，这么说应该就很简单了解了吧所以那个车辆它在短期的那个燃油修正完之后，长期燃油修正就重新做归零，就这样子。那在这个时候有个关键，我就是要讲刚才他们要如何做到修正呢？其实就是要靠含氧感知器，含氧感知器回归给它的讯号来作为一个修正值，告诉你怎么样才是做到最完全的燃烧，可以环保，可以省油，可以车子有力。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关键，就是含氧感知器呢，他们使用的材料在里面会有一个电压，他们的电压就是从0到1伏，0到1伏之间去做一个标准值。那它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450 mV， 在450 mV 它作为一个燃油的中间点，只要你的那个电荷是在450 mV 的时候，这就叫做燃烧完全完美燃烧。那当你在450 mV 往下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代表它供油不足了。供油不足，在上面刚才讲到的那个烂打值就代表什么？就代表它的烂打值就上升变多了，所以它就要开始喷多一点油。那当那个电压值它上升到450 mV 以上的时候，就代表那个燃烧排出来的废气中油气太浓了，那就代表你刚才的喷油太多，那烂打值就是下降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把燃油变稀，所以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但是我就不好意思，因为那个对科学的讲解是这样子啊，所以各位就尽量听吧，只要听不懂，你们可以再听2-3次这样子。它这个有些地方是颠倒的烂打值跟那个含氧的感知的这个东西是颠倒过来的。对，含氧感知是0到1伏，然后450 mV 是中间值，往下掉供油不足，往上掉供油过浓。然后烂打的话，它是从0到正负 10% 的时候，只要是往下就是供油过浓，所以含氧上去，这烂打就往下，它就要修正；含氧的下来，电荷下来，它就要往上去做修正。那刚才有讲过，它都是在正负 10% 去调整。假如它一直修到正负 25% 的时候，就怎么办呢？只要这时候修到 25% 还修不够，觉得哇燃油还是太浓了，就是一直太浓了，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个东西，就会亮出引擎故障灯。那这时候亮出故障灯之后，有时候就会跳出各种故障码，所以工程师们他就可以从故障码去了解引擎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当引擎发生故障码的时候，当然了，一般的使用者你就赶快车停下来回去原厂了，但是不代表整台车要烂掉了，有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供油的部分它已经修到 25% 都修不回来，他就只能跳出故障码说我修不回来了，你赶快去检查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积碳啊，是不是那个什么阻塞啊，还是节流阀那东西，就只是告诉你一个关键。所以这种情况下，这就是那个引擎灯亮起的原因。然后它有时候会有一些数值，就是什么731 730，还是各种每个车厂的那个电脑都不一样啦，所以它每次那一串数字你可以上去查，就大概知道它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我讲到这边，虽然各位听到怎么感觉跟刚才的那个标题完全没有关系一直在讲这个燃油点多点少，其实我说呢，这就是在讲答案了。各位现在有回神过来了吗？我现在回收标题咯。
刚才标题说车辆的电脑到底会不会学习人们的习惯呢？就是我开油凶一点，车子就有力一点；我开油温柔一点，车子就省油一点。那我直接先讲答案了，就是没有。因为很简单，其实我这样讲，刚才我解释的那一大串，其实你也可以跳掉那一大串啦。就是说，假设车辆的电脑真的会把一个驾驶者的习惯全部学进来，那很恐怖欸。各位你们想想看，你今天假如去买一台二手的390，那这个390上一个车主，哇，发动就是全油门一直超死命超到爆的那一种。那你买这台车回来，那个油耗不是只剩5吗？对不对？那上一个那个是什么很温柔的车主，根本都是转速超低，那你这个车的油耗就可以到50，就是到50啊，就超省啊，对不对？所以其实没有这种事情。不管车主超价怎么样，每个人的车怎么样，你看那个车子油耗值大概都是一个标准值，所以答案就是燃油电脑它并不会去记录车主的习惯，然后配着你的习惯去更改。我说真的，这件事情呢，其实很多时候当人们讲出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车辆工程师的想法是什么吗？他们的想法是想说，哇靠，那个AI 在这几年才起来，甚至现在的 AI 都无法预测那个主人的所有喜好。那我们车上的那个电脑是一个单机电脑，它没有联网的。他假如有这种 AI 的思维工程师说拜托给我这台电脑我也要。所以知道了吗？其实我们每次讲的这个留言啊，讲说他可以跟着车主习惯啊，答案真正是他可以在修正车子的点火，从那个短期的燃油修正，然后到长期的燃油修正去修正它。那excuse， 有时候是可能你的车辆有问题，然后长期燃油修正已经偏很多了，这个时候原厂他们会把电脑做一个归零的动作，或者是做断电的动作，然后再回来。这个时候原厂技师跟你说啊，你出去让那个电脑学习，让它恢复正常一下。其实真正应该说我相信很多技师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啦。只是真正的原理，它真的要讲的不是去学习你的习惯，是学习现在这台车在这种车况下，它的那个供油、它的点火、它的废气、它的燃烧、它的整体引擎状况是怎么样，让这台电脑去学习了，把它写入长期的供油修正，进入 PCM 里面，就会是新的油图。所以知道了吗？真正他学习的是目前这辆车的状况。那好，既然谈到学习的时候，每次人家是不是说，哇，那要怎么学？我是不是应该去拉转才对，对不对？这是我的习惯是拉转，我就拉转嘛。那答案来了，真正当你要去抓一个标准固定值的时候，记不记得我讲过，长期修正它是在低转怠速，短期修正是在比较高转高负载的时候。所以真正当你的车辆电脑曾经出过问题，你现在归零之后，你要出去让它学习，真正该怎么学习？答案，走高速公路或者走西滨，稳定的一段时间，不是这样去山路乱喷，那没有用，因为它一下高一下低，一下高一下低，那个短期的它根本抓不到一个标准值，那长期的也在很大的那个什么偏差值上面一直动来动去，它根本也抓不到，所以这台车到底怎么样是标准？所以真正你要让你的电脑学习，应该是要上去稳定的一段路开下去，就像台北开到台中啊，然后再回来啊等等那一类，这种东西它就可以真正完整稳定的油门，然后它就学习现在我这样喷燃烧会是这样，然后就修到一个标准值之后，你后面再做其他的超价方式，它就会跟着那个标准值的数据跟油图去做一个完整的燃烧了。所以各位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假如车辆在做重新学习的时候，第一，它不是学习你的习惯，它是学习现在这台车的状况。第二，它学习需要的是稳定的数据，它要的是数据的品质，不是激烈超价，是要稳定油门，知道了吧？所以我在这一次的留言直接破解了这个车辆的电脑绝对是不可能去学习使用者的习惯，而是学习当下这一台车辆的状况的这样子。所以在这边我相信各位就终于知道答案了吧，就是真正车辆的电脑它不会学那些，而是学这一类的东西。那在最后我就回来一下给各位看看上一次我们说到关于那个新车调教手册的回答问与答里面，我看有什么特别要说的？还好就
对，大家都是感谢，很实用，太棒了，我很喜欢。只是各位，只要你们真的觉得这个影片对你们很有帮助的话，请不用客气，尽管留言，因为不留言我不知道大家想法怎么样，你们有留言我才知道这到底是对你们有帮助还是哪里讲不清楚。有一个说那个教练好，围了跑林跟到把握把整组往上翘一些，这样刹车拉杆的位置就变低。坐着的时候手掌下水，但自己不舒服，需要转回来吗？还是说这样骑起来手腕比较舒服，就不用去动它了呢？这个我就可以特别回答一下，是 Allsword154 所提问的。基本上，他讲的这个没错，是不用修正的，因为其实我们的那个手把这调整位置就是要让你舒服嘛，关键是舒服，然后操作不会卡。所以，假如你原本的握把太前面了，你把它修上来之后，你就站起来骑也可以，坐下来骑也可以。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去刻意把它修回来了。这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设定。对，所以好，上次的回答主要就是这样子啦。那今天这是我们这一期所谈到的，那里面有很多的那个硬核的东西，就各位就可以多听几次吧。这样子就不晓得这一次大家感觉怎么样呢？是否有帮你完整解决掉一个留言，就是关于说电脑可以学习人的这个部分。好了，那就这样子。假如各位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请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分享，来可以开启小铃铛。那你们想知道什么呢？也可以在问语答中说，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讲啊。至于会员影片，不好意思，我已经漏掉2期了。其实有一个已经在拍完了，但是还没剪出来，还有2个，所以我理论上这礼拜会上2个会员影片，当然最好是上3个啦，这样就可以补到完了。我尽量，所以就这样子，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谢谢各位，我们下次见，拜拜。